说了，这儿不欢迎你。我找到了推你弟弟下海的凶手。他说他的片场被烧毁那天，在现场碰到了严梅，所以他就认定严梅也参与了放火。后来他逃到了美国的唐人街，在一家餐馆当洗碗工，碰巧遇到了严梅，所以他实施了报复计划，偷偷地跟着严梅上了船。唐鑫自己甘愿当汉奸，勾结日本人卖军火，招致抗日群众的报复，跟严梅有什么关系？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，以后的事让警察去处理吧。哎，孔公子，那天对不起，谢谢你。你不用谢我，我不是为你而做的。你也不用为了躲避我，跑到那么大老远的地方去当兵吧。其实那天要不是喝了那么多的酒，我也不会跟你说那些话。真的很对不起。不过呢，这也是我去当兵的一个契机吧。我看到很多人背井离乡，去为国家奋勇杀敌。如果我再继续留下来拍电影，我自己都会瞧不起我自己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希望因为我做的事而影响到你跟你大哥的感情。那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大哥，就托付给你了。等你回来，我们再来这里吃包饺布。你是送信到这家吗？是的。我是住在这里的。啊，这样啊，有封电报是给顾藏洛先生的。我是他太太，让我来签收吧。哦，好。哎，谢谢。这是从哪里寄过来的电报啊？啊，是从国内发来的。哦，谢谢。松洛，我是这么想的。松洛，这里呢，我们换几个场景。你看，国内而且有电报来，严梅他没有死啊。严梅在哪儿啊？现在？他在福建，被渔民救起来了，救起来了。哎，我们快点去福建把他接回来吧。对，去把他接回来。哎，不行，我还没……哎呀，只剩这么几场戏了，有我在，你还不放心吗？赶紧把严梅接回来，接回来呢，我们好一起看首映。好，那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好，走，快走。你相信他还会回来？他答应过我会回来，就一定会回来的。你不是在找借口逃避令杰吧？我真是不明白，现在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。你要是觉得之前和他有误会，跟他解释就好了。我相信令杰不会放在心上的。你打算不见令杰到什么时候啊？不会结婚前都不跟他见面吧？你不会真的不想跟令杰结婚吧？
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不，你不用说了。从小到大，我都依着你。但你反对和令杰结婚的话，我不答应。我心里有另外一个人，我没法跟令杰在一起。你要想清楚，失去朋友的伤心难过，跟爱情是两回事啊。不是的，就是因为这次严美离开了我才突然明白，我跟他不只是朋友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忘记他。我很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他。我现在只想跟严梅在一起。是，我跟令杰从小就是一对儿，第一次拥抱、牵手、接吻，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，就连我自己都以为跟令杰是注定的一对儿。可是我现在才明白，真正的爱情是会让人牵肠挂肚的。这感觉我跟令杰相处的时候从来没有过。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很失望，可是我不想跟他结婚，我该怎么办？你什么都不能做，只能选择跟令杰结婚。妈，我知道你的感受，不过在这个年代，女人的命运就是这样。你爸爸跟孔家的生意，难道你不管了？如果你不跟令杰结婚，你想，我们还会有现在这样的生活吗？我不要，我不要我的人生是这样。你就当妈在求你。你现在背负的不是你一个人的幸福，是全家人的幸福。我相信令杰会对你很好，会给你幸福，会很疼爱你。那个男人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你就把它当作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吧。啊。你是不知道，你失踪那段日子，大家都以为你死了。郭大哥整个人跟丢了魂儿似的，提不起精神。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海上漂流了多少天，白天黑夜，眼前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海。后来我累了，连眼皮都睁不开了。我以为我自己就真的这么死过去了。但是后来我做了一个梦。说说什么梦？我不知道当时是梦境还是幻觉。我梦到了瞿梦。梦见了瞿梦？真的。他把我救上了一条小船。我听说啊，人呢在生死边缘，很容易见到他最想见的那个人。可能是我太想他了。当时我梦到他把我抱在他的怀里，我觉得很舒服，很安详，真的就想这么睡过去。但是后来有一个人把我叫醒了，就是我在新加坡认识的那个女孩，她叫小玉。如果师父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，在我最接近死亡的时候，应该是小玉把我从鬼门关救了出来。叶梅，虽然我不懂得解梦，但是我能感觉得到，
这个小玉在你心里面，应该跟曲梦一样重要。赶紧好起来，好起来就可以去新加坡找她了。哎，她知道你没事了吗？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但是我觉得呀，你不应该逃避她，更不应该让那个叫小玉的姑娘误会你已经出事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对她来讲那实在是太残忍了。难道你以后就不跟她见面了吗？你试想一下，如果有一天你们见面了，当她知道事情的真相的时候，那个女孩该多伤心。欢迎大家来到豪华世界戏院。接着我们播放的是天下电影公司第一部作品《骄阳》，请大家细心欣赏。但就昨天一天没有见你，我就好想你。我这个人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，在船上我们再次见面以后，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我都过得好开心。有人却不肯走，一个人回味曾经。我骗了你，我没有和林杰分手，而且我爸妈已经答应林杰的婚约。难道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违背父母的意愿？我们在船上所经历的一切，不会是假的？我刚才去过你家，又去过温室和台球俱乐部，终于在这儿找到你了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原来你真的忘了，今天是我们相识的纪念日。我们说过，每一年的今天都要在这里拍照留念，等我们老了之后，一起看照片。对不起，发生了太多事，我都给忘了。你还记得吗？有一年，应该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吧。我们偷偷的跑到圣淘沙，后来还去了克拉山顶拍照。结果我们迷路了，晚上回不了家。第二天回去被我爸大骂了一顿。还有一年，应该是小学的时候，我刚跟同学打完架，你就一直担心我，就连拍照的时候你还在哭。才没有呢，是你的手在流血，你在哭。是因为我被人欺负了，你替我出头。是啊，还有一张是早几年的。你当时说想试一下我的男装，结果拍照的时候，我就穿着你的裙子拍的。这些照片都放在我的相簿里。真的很怀念我们以前的日子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如果下一年
你还忘记的话，我也会提醒你的。严梅的事，是我错怪了你。一开始，我确实非常生气，也很失望，你为什么这么想我？不过后来我反而会怪自己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应该是最懂我、最相信我的人。如果连你都误会我，那肯定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。为什么你总是在想我的感受？明明是我做错了，为什么？只要是你不开心，只要是你过得不快乐，只要是你哭，那就是我做的不够好。我真的不知道，你对我这么好。以前我会那样对你，现在也会，以后也会。哎，快到12点了，我们不能破坏这个约定，好不好？这个约定是一生一世的，就算以后我们结婚了，都要守着它，好吗？之前那些不开心的事，我们就都忘了它吧。等回去我们选一个日子，好不好？你不回答我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先生，我们准备好了。你给我站住！哎呦，静静啊，你明明知道爸爸不愿意你和那个姓顾的来往，你为什么偏偏要跟我作对呢？可我就是喜欢他，你为什么要阻止我呢？他配不上。他是我男朋友，将来会是我的丈夫，配不配是我来决定的。啊，那这么说，他将来有可能是我的女婿了。好啊，那我就不能不管。爸爸，若夏他到底哪儿不好？他一直很努力的工作，而且他很爱我。可他爱的不止你一个。哎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。他现在变得很专一，而且我也只爱他一个。哎呦，你要爸爸怎么做，你才肯跟他分手呢？哎，那你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能同意我们两个交往呢？好，好啊，我明天就买飞机票送你去美国，我看你们怎么在一起。哼，好啊，那你把我送走吧，等我以后没人要了，让我一个人孤独终老。哎，你胡说什么？反正我也不怕告诉你了，我跟若夏已经睡了，我以后不会再有人要了。不会吧？这种谎话也编得出来？我爸一向言出必行，我要不这么说，他可能真会把我送回美国的。可是你爸爸会真的以为我把你骗上了床，以后他只会更讨厌我。你要是一直跟我在一起的话，他就算再讨厌你，也不会说什么呀。除非你想抛弃我，那他能做什么？我就真不好说了。哟，这算是威胁吗？这算是便宜你了。便宜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有做过。那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没吃到羊肉，反而惹了一身膻，很委屈，很不爽啊？我当然觉得很顾先生，您的信。啊，谢谢啊。什么消息这么开心啊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我大哥那边白云深啊，快拍完了。哦，对了，晚上不能陪你跳舞了。我想起来晚上约了人要去谈点事情啊。为什么这么突然？早就约好了，是我忙得忘了。这样，我陪你吃完晚饭，我先送你回家，我再去。不会是约了其他的女孩吧？怎么会呢？公事，真的。
请坐。喝一杯。我没打算坐很久。顾若夏，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啊！你那样对我女儿，我没去找你，你倒反过来找我。我今天请您来，不想谈我跟王静的事。你不会天真的以为我还会跟你合作谈什么生意吧？是关于你的干儿子孔令杰。我收到消息，严梅还活着。那是你们顾家自己的事。孔令杰和小玉很快就要结婚了，严梅跟他们的感情关系，你应该很清楚，还不明白我的意思？他的伤势不是很严重，他好了就一定会回来找小玉。难道你希望你干儿子的婚礼遭到不必要的麻烦吗？接着说，我听着呢。我有办法可以让严梅先别回新加坡。你是想让我答应你和我女儿在一起吧？那只是交换的条件之一。我们制作的最新的有声电影已经完成了，我肯定上映一定会大卖。所以我想借助你在新加坡的人脉，帮我们多发展几条院线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答应你？你是个精明的生意人，赚钱的生意你是不会拒绝的。再说我跟王静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你女儿的性格，你阻止不了她。我只是不想让她为难，她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很辛苦。我知道，无论我说什么，都不会改变你对我的看法。不过，我是真心喜欢王静，我会尽我的能力对她好。我今天对你的改观就有很多啊。看来，你对你的弟弟的感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啊。你宁愿牺牲他的幸福，来成全你自己。小玉已经决定嫁给孔令杰，严梅再纠缠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。我这也是为她好。说得好听。你能保证他不会再出现在新加坡？骗我的后果，你应该是清楚的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都说了我不会挑，你帮我拿主意就好了。是你结婚，又不是我。这个，哎，你过来给点意见吧。我觉得2号、4号、7号，还有这个，都不错。什么2号、4号啊？你今天来来回回都不知道拿了多少套首饰给小玉试，我要是不用号码记住啊，都分不清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一套镶了珍珠的，跟你的礼服很配，我去给你拿过来啊。不用了，随便哪一套都行。人生就一次，怎么可以随便呢？你看我妈多紧张，晚一点她还要拉我去试晚礼服。我可没空陪你去啊，我晚上约了若夏去跳舞。你爸爸不再反对你们交往了吗？他本来还想安排司机来接我，不过我想跟若夏去坐黄包车，2人世界，所以我才拒绝了。他的态度突然变了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也许
他真的以为我跟若夏发生了关系。我好佩服你，只有你才能说出这样的谎话。你猜，如果我说跟若夏已经有了孩子，我爸爸会不会相信呢？你别再吓唬你爸爸了。要是你这样说的话，他肯定会马上帮你安排婚礼。到时候说不定你会早我一步结婚呢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现在你要跟最疼爱我的干哥哥结婚，我觉得比我自己结婚我还要值得高兴。我回来了。我最想念新加坡的，除了你，就是这海鲜面了。你提前2个星期回来，不会就是为了吃面吧？白云山不是要上映了吗？我想回来看一下观众的反应，还有看看有什么能帮到你的。公司已经走上正轨了，没什么需要帮忙的。妍梅啊，你应该留在香港，多点休息。你在电报里不止一次说，希望我在香港待久一点。为什么？还有我早已经没事了，为什么连菲菲都不知道？我答应了王婷，暂时不把这个消息传出去。就是因为令杰跟小玉马上就要结婚了吗？你知道了？我虽然人在香港，但是你认为新加坡大亨的儿子要结婚这种事情，我会不知道吗？叶梅，对不起。其实小玉只是顺从他父母的意愿。对我来说，我只能默默的祝福。只是我一直在错误的时间出现而已。王婷答应我，叫我让你暂时不回新加坡，他就不阻止我跟王静在一起。那就是说，连王静都不知道我还没有死，是吗？公司一切走上正轨之后呢，大哥，他阿静，原来你没有死，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阿静，你听我解释，你知不知道小玉有多伤心？你为什么不告诉她？你回来的第一时间，你为什么不去见她？我现在见他还有什么用？你怎么？他马上就要结婚了。我不是让你去破坏他的婚礼，我不知道你之前是怎么想，可是既然你们已经错过了，你就不能再去影响他。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自私，让他就以为你死了，让他一个人这样伤心下去。你说话呀！我不管，你跟我去见他，去跟他解释。阿静，顾妍美，你还是男人吗你？你怎么忍心的看着小玉这么伤心，却什么事都不做呢？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再也不见他，默默的祝福他幸福快乐。如果他觉得我死了，就由着他吧。但是我希望这段时间，你可以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往上一点啊！哎，好，来，上一点。
上一点，再往上吗？对，这儿可以吗？哎，行。哎，不行，这道菜要早一点上。好的，我不想宴会弄得太晚。嗯，好的。还有，客人的房间呢？6间双人套房，3间单人房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全都准备好了。哎，对了啊，接送客人的车是谁负责？啊，那个阿春，来，是我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那你一定要记住，婚礼完结之前半小时要准备好。孔先生有些朋友住的比较远，可能会早一点走，对吗？孔少爷，我就按您的吩咐先去准备了。好。哎，小春子，孔少爷，不是说过了吗？是周安。我叫你能听得懂就行了。你还好吗？你说我的伤啊，好多了。你看，我没问你这个，我是说换的新岗位，工作还习惯吗？啊，你说这个啊，不错啊。我每天下班以后还去补习英文呢。好。哎，孔公子，你不会是因为我救了你，才叫范经理升我的职的吧？你要多给自己一点信心。是范经理看你工作很努力，才给你这个机会。你先去忙吧，有问题再来找我。好。哎，孔少爷，恭喜你啊！看着您这么用心的办这个婚礼，就知道您一定很爱您的太太。我真心的祝福你们永远幸福。谢谢。小玉，你放开我！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为什么一直不来告诉我你还没有死？我为了你哭了多少次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。如果你根本就不想见我，如果你总是要消失，你干嘛又要出现在我的面前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每次我开开心心的想要跟你在一起，你就突然消失。每次我决定要放弃，收拾好心情，不再想你了，你又突然出现。我一直是个好学生，在家是个乖女儿。为了你，我学会了说谎、反抗、背叛。为了你，我违背了良心，而你什么都没有做。求求你，不要再闯进我的梦里。每当我往前一步，你就后退；可每当我后退了，你又把我叫住。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你说的一点都没错。面对你，我变得懦弱，我不敢争取，我才会退缩。一点都没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是一个魔鬼，但是你是我的天使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个人漂在海面上的时候，没有吃的，没有水，什么都没有，我甚至连生存的意志都没有。但是我梦到了你，是你伸出手救了我，
我不想再听了。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。我明天就要结婚，太迟了。你都1个小时没跟我说话了，就算生我的气的话，也该够了吧？你明明答应过我不再骗我。是我的错。不过有时候有些谎言也是善意的。有分别吗？还不是骗人。顾延梅她没死，你连这个都不告诉我。就算你说是为了小玉好，也不能拉着我一起骗她吧？你小点声，别让你爸听见。没关系，他打牌去了，不会那么早回家。你说谁没在家呀？爸爸。你明天早上不是还要在令杰的婚礼上当伴娘吗？去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起早呢。啊，正好我跟他有些公事要谈。听说白云深的反应很不错呀。啊，我听院商朋友说，这几天的票都卖光了。那要多谢您的帮忙，是您帮我们找了那么多新的院线。我这个朋友啊，就是急性子，他急着约你谈谈新电影的发行。他没找过我。什么？哎，那就奇怪了。他今天明明跟我说，他和顾氏的老板通过电话。那不是你？这个顾氏的老板不会是？我可警告过你，骗我的人不会有好下场。对不起，我也没想到延梅会提前回来。我不听借口。在令杰结婚之前，他不会出现在新加坡，这是你的承诺。您放心，他向我保证过，是绝对不会去找小玉的。而且明天就是婚礼了，应该不会出什么岔子。你们姓顾的说的话，还值得相信吗？他现在人呢？这个我不清楚。那你又凭什么保证你刚才说过的话？你又凭什么知道他没有见过小玉呢？啊？爸，胡伯母来电话说小玉没有回家。什么？等一下，我想去一个地方，你能陪我吗？也许你不知道，我一直都很喜欢看电影。当然，你肯定比我更喜欢。我真的没想到，今天是我们2个人第一次看电影。希望这部电影能有趣一点。我可不想跟你看的唯一一部电影是一部不好看的。
你要不要吃点小吃？我去买给你吃。要不还是我去买吧。我怕你出去之后，不知道会不会再回来。我答应过你，会陪你看完这部电影。我不会走的。没关系，你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小玉一点辣的都不能吃，吃完胃就会很不舒服。你放心吧，那我就提醒佣人，小玉的菜连古月粉都不能加。还有一些小玉吃东西的习惯，我已经写在单子上。啊，令杰，小玉嫁过来啊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啊，一定会吩咐佣人好好照顾她的。谢谢。不客气，令杰，谢谢你啊。文斌听说明天要跟他的嫂子见面，很兴奋呢。兰姨，谢谢你邀请他。